领证那天，我被放了鸽子，没想到居然因此嫁入豪门了。101号人呢？再不到就过号了啊！证件带齐了吗？你老公呢？表姐，凯哥在陪我产检呢，不会去跟你领证了。我肚子生气3个月了哦。我去追真爱了。行了，换了。到底领不领？后面还排着队呢。不好意思，我不结了。拼婚吗？既然他不来，那就别怪我先走一步。拼。来，2位新人靠近一点。婚后要我履行夫妻义务吗？你若有需要，我配合。不过上了年纪，一晚上最多5次。不用了，我其实是为了给我女儿上户口。你今天有空吗？我外公病危，临走前想看我成婚，相亲对象临时放了我车子，所以……行，到时候你联系我。婚房地址、门禁密码不用，拿着，万一用得上。要我送你吗？我有车。不用，有人接我。老板，10点有欢乐集团的收购会。所以念念那死丫头不是你的种。当然不是，妈，我那年要保博，名额死贵，所以那天晚上我找了路子，怎能料到她一回就中了，还死活不肯打。我没办法，只能把孩子认下来，骗她接着供我念书。那行，你跟他分的时候，念念也甭要了。你跟王倩啥时候领证？我大孙子可不能生下来没户口。妈，你急啥？得先哄她把房卖了，钱到手，咱再说。怪不得一直不肯领证，不肯给念念上户口。原来我从头到尾就是个垫脚的。怎么给念念吃这个？我不是网购了几盒虾吗？自个儿闹着要吃的，拦不住。你表妹王倩今儿来玩，瞅见冰箱里的虾馋得不行，妈就给煮了。这点小事你不介意吧？念念，来。没放葱，乖。谢谢妈妈。阿姨，我新买的那套茶具您见着了吗？哦，那个啊，我闺女稀罕，她家正好缺套像样的，我拿去给她了。那是我托人订的限量版。所以念念那死丫头不是你的种。当然不是，妈，我那年要保博，名额死贵，所以那天晚上我找了路子，怎能料到她一回就中了，还死活不肯打。我没办法，只能把孩子认下来，骗她接着供我念书。那行，你跟他分的时候，念念也甭要了。你跟王倩啥时候领证？我大孙子可不能生下来没户口。妈，你急啥？得先哄她把房卖了，钱到手，咱再说。怪不得一直不肯领证，不肯给念念上户口。原来我从头到尾就是个垫脚的。怎么给念念吃这个？我不是网购了几盒虾吗？自个儿闹着要吃的，拦不住。你表妹王倩今儿来玩，瞅见冰箱里的虾馋得不行，妈就给煮了。这点小事你不介意吧？念念，来。没放葱，乖。谢谢妈妈。阿姨，我新买的那套茶具您见着了吗？哦，那个啊，我闺女稀罕，她家正好缺套像样的，我拿去给她了。那是我托人订的限量版。不就一套碗碟吗？一家人，你跟谁这么斤斤计较？格局小了不是？那套茶具本来是想给你导师的，你不说论文被卡着？你怎么不早说？妈，你明天去找我姐，把那套茶具要回来。送出去的东西哪有要回来的道理？多没面子，再买一套不就完了？限量款，你让她上哪儿买去？你赶紧给我搞回来。忙完了？嗯，快了。下班别走，我去接你，位置发我。不用麻烦。之前不是说去跟我见外公吗？好。是你的车，很贵吧？你家是不是特别有钱？没有，我捡漏的2手，不贵。上车吧。二位好，给他搭一套，您看。全套包首饰都要。好的，先生，小姐这边请。那个拉链能帮我？我来。谢谢。抬头看你镜子，这条裙子很衬你。
刷吧。顾先生不行，这边结账，小姐这边请。您的卡，欢迎下次光临。小票能给我看看吗？给您。52000，我半年工资没了。顾先生，这太贵了，要不退了吧，我穿自己的就行。不退，送你的。可这也太贵重了，我本就是为见外公才买的。况且，你穿很好看。谢谢。走吧，外公等着。你，我们现在是夫妻。准备好了吗，我的顾太太？外公，这是您外孙媳，叫沈宁。外公好，我是沈宁。结婚证。外公您看，假不了。好，眼神要对宁宁好。我会的。这是外公备的，老爷说这是林家祖传的镯子，给少奶奶的见面礼。这太贵重了，外公，我不能要。这镯子我看了你外婆戴一辈子，现在归你了。这是外公的见面礼，拿着吧。走吧，我们去给你女儿上户口。好。你好，这父亲一栏能空着吗？手续要齐，必须填。顾先生，这栏能写你名字吗？没事，谢谢你，又给你添麻烦了。不麻烦。走，还有几样证要办。顾先生，今天真谢谢你。拜拜。哟，这不是沈宁吗？这车挺贵吧？姐，你家沈宁好像傍上大款了。宁宁啊，今天送你回来那辆车是公司一个同事顺路送我一程罢了。同事，那车可不便宜。人家家境好，阿姨您想哪儿去了？妈，您就别瞎操心了，沈宁哪能认识这么有钱的人？那是我多心了吧？阿姨，周凯，我有件事想跟你们商量。啥事儿？我想把咱们现在住的这套房卖了。卖？好好的卖它干啥？就是住的好好的。这片没好学校，念念再过2年要上学，咱得去市区换一套学区房。这事儿我们是不是再考虑考虑？我是这么想的，新房子写你的名字，我和念念落你的户口。写我名字？市区学区房？以后你是一家之主吗？行，这有啥好商量的？我答应了。那卖房那天你来签字就行。行，包在我身上。你咋答应的这么痛快？妈，您是没看明白，他对我死心塌地，非我不嫁。这房子早晚都是我的，签个字而已。也是。喂，你好，请问您是？你的丈夫，顾延深。我看到你买房子的信息。房子我买了。顾先生，这套房子地理位置不是很好。没事，我是买来做工作室，不要求地理位置。合同找个时间，咱们把它签了。好，不过顾先生，能不能拜托你一件事情？我想请在签合同的时候，假如不认识我。好。哎呦，点这么多，全是我爱吃的。我跟你说，我琢磨着在市中心学校边上买套80来平的，等念念读完书，高价一转手，稳赚一笔。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？80来平的不便宜吧？2居室，付完首付刚刚好，没问题的，我心里有数。这房子位置好，就像你这人一样，让人放心。那可不。沈小姐，顾先生，您好。你好，这位是？我男朋友周凯，房产证上写的是我们俩的名字。哎，你好，顾先生是吧？听说您付全款。你很在意钱？没，我就是随口问问，毕竟买卖嘛。放心，不会耽误你们卖房。那就好，来吃菜。合同您先看一眼。
没问题。这卡号要不填我的？你论文不是还没改完，后面手续你跑得开？填谁的卡，后面就得谁去办手续。后面还有事儿？结清贷款、交税、过户，哪样不跑断腿？还得先结清贷款。那这样，我去跑手续，你去看房，手续办好，钱一到，咱立刻买新房。行，那写你的卡。凯哥，你人呢？怎么还没回来？宁宁，导师叫我改论文，我先去忙。行，身份证给我，我好办手续。好，给。拜拜。上车，带你去办手续。表姐，你输了，不被爱的那个才是第三者。云顶府1号知道吧？周凯说要在旁边给我跟孩子买学区房。今天，谢谢你。之前你的结婚协议，因为外公的病情，短时间内我们无法离婚，所以这一项金额我加了1倍。顾先生，这条去掉吧。去掉？我不要这笔钱。白纸黑字，对你有利。顾先生，你帮我给念念上户口，还帮我演戏，我已经很感谢你了。况且和我一个单亲妈妈领证，要说吃亏也是你吃亏。这婚是合作，不是买卖，条款越干净，我心里越轻。行，依你。那我宠你一份。你房子卖了，什么时候搬新家？这周末。定位发我去接你。那麻烦你。还有件事，为了应付外公查岗，我可能时不时去那边住一晚。没问题。宁宁，咱们要住的房子你租好了？租好了，明天就能搬。钥匙你拿着。对了，那房款要不你直接打我卡上？我那边看好一套了，就差付款。这回我来还贷，你这些年也不容易。都听你的。从前是我心软，总想着留几分情面，可你眼里的贪藏不住了。这局我陪你玩到底。放心，钱1分不会少。大额转账，银行得预约。要等？我已经约好了，明天上午我就把房款转你。那尽量快点。放心，少不了你的。倩倩，那套房抓紧去看，钱这2天就到了。宁宁，上车挤一挤。行李太多，你们先走。那你娘俩呢？我带念念打下一辆。磨蹭啥？走走走。上车。麻烦顾先生了。谢谢顾叔叔。没事。瞧见没？这种车一辆顶咱半辈子。好家伙！嘘，小凯，你听见念念喊啥没？喊啥喊？听错了吧？妈，你知道那辆车多少钱吗？80多万。哼，8位数，1000多万的限量款。沈宁那种不值钱的女人，下辈子都攀不上这样的车。504，就这儿。咦，密码不对呀！笨手笨脚，让我来。大白天的，在我家门口撬锁呢！你家保安都叫了，还不滚！出去出去，别在这丢人！妈，咱俩让沈宁那贱人给耍了。念念，往后这就是咱们的家了。妈妈，房子好大呀！念念，叔叔帮你穿上，好不好？念念，闭上眼睛。好了，睁开吧。这是给我的呀？当然，全是你的。顾叔叔，我能天天睡这里吗？想睡多久睡多久。念念，谢谢叔叔了没？谢谢顾叔叔，叔叔最好啦。我买了菜，今天就在家吃吧。好。以前我接是想给你最后体面，现在不接是嫌你脏。路是你们自己走绝的。妈，他把我拉黑了。拉黑？他敢拉黑你？钱刚到手人就跑，妈，这叫什么？携款潜逃！这死丫头卷了咱家的钱跑了。他以为拉黑就完了，太天真了。那咋办？钱不能打水漂啊！报随查，就说他诈贱，
卷款逃跑。对，让随查去抓他，抓回来钱就有了。等找到他，我让他跪着把钱吐出来。妈妈好吃。念念，胡萝卜对身体好，不可以不吃的。可是顾叔叔也不吃胡萝卜。念念，你妈妈说的对，要多吃胡萝卜，对眼睛有益。喂，你好，请问是沈宁女士吗？是我，您是？我们是海城巡查所，有人实名举报你涉嫌图谋他人财物，麻烦你赶紧过来一趟。好，我现在过来。念念，妈妈出去处理一点事，你在家乖乖听话。好的，妈妈。怎么了？是出什么事了吗？一点小事，我处理完就回来。需要我陪你去吗？不用。表姐，你可真行，平时装的跟朵白莲似的，背地里上逃算着骗凯哥的钱了吧？沈女士，周先生称你以结婚为名买房，变卖房产后携款潜逃，你怎么解释？首付是我付的，每月房贷也是我还的，他只挂了个名，我有转账记录。放屁！那是咱俩的婚房，他就是图我钱才跟我在一起的。巡查同志，您可别信他，他最会装可怜了。同志啊，您得替我做主，当初是他死缠着我儿子，我儿子亲善才收留他，如今他读了博有出息了，他卷了钱就要跑，这还有天理吗？沈女士，你说房子是你买的，证据呢？手机里有转账记录，但购房协同和房产证附片在家里我忘带了。忘带了？我看你压根就没有吧。表姐编也编多点，没证据你也敢往巡查所跑，拿不出来就是没有，赶紧把他关起来，再把钱吐出来。沈女士，你说房子出有力证据，你可能要暂时留下配合调查。巡查同志，您看他心虚了，这就是在拖时间。这女人我太了解了，满嘴谎话。把钱还给凯哥吧，看在你以前照顾过我，我们就不追究了。跟他废话什么？这种白眼狼就该进去吃点苦头。购房合同、产权登记证明，原件都在，可以证明房子是他的个人财产。房子全款，买方一栏沈宁，没问题。这不是买我房子的人吗？好你个沈宁，骗我钱不算，外头还偷人！闭嘴！你先看看，这是谁发的？表姐，周凯刚陪我产检完，怀的是儿子。读书时你处处压我，没想到我肚子比你争气，你死心吧！睁大眼睛看清楚，这才是铁证。你那些撒泼不过是笑话。倩倩怀的是我们周家的金孙，你说的赔钱货还有理了？金孙，产检都只能瞒着偷偷做，这就是你们周家的体面。我跟倩倩是真心，你呢？随便找个野男人，又没钱又没势。周凯，你涉嫌虚报案情，我们要对你进行处理。警察同志，我一时糊涂，我撤案。没出息的东西，这就怂了。房子是你买的没错，可他当年住我们家吃我们家，这些钱怎么算？还有精神损失费，又该怎么算？就是表姐，你别得意的太早了，跟着这么个穷男人，以后有你哭的时候，我看你们能撑几天。这位女士，请注意你的言辞。现在，请你们离开，走吧。今天谢谢你啊，你怎么知道我需要那些材料？我猜的，你走的时候脸色不太对。走吧，回家。今天来的匆忙，没开车。还要打车？连车都没有。沈宁真没出息，离了凯哥居然找了这么个男人。当初啊，我就说他没福气。你看，离了我儿子就找个这种档次的，以后啊有他的苦头吃。行了，跟他气什么？倩倩现在啊肚子里有咱周家的孙子，到时候呢我们的幸福日子在后头。至于沈宁跟那个穷鬼，迟早哭着回来求我们。儿子，你说沈宁是不是知道念念不是你的种了？要不然他怎么突然变得这么狠心啊？什么？念念那个丫头居然不是凯哥的，她还敢在外面乱搞！我一定要告诉大姨，让大姨逼她把凯哥的钱都吐出来。还是倩倩明事理，走，回去给我大孙子做好吃的去。小心。谢谢。念念睡了。你的房间在那边，我带你去。好。今晚你睡这儿。可是这不是你的房间吗？我睡书房，那你早点休息，有事情叫我。要不我们一起睡吧？啊？要不我们一起睡吧？啊？
我是觉得，既然都结婚了，也许、或许要在一起过很久，都会有方面需求，不如先睡一起熟悉一下。好。沈宁，你在想什么？好尴尬。今天晚上8点有个会，全员参加。那我这样就不能接念念放学了，要不问问顾先生？各位，这次的欢瑞并购案主要分为……喂，顾先生，不好意思，你今天晚上有空吗？怎么了？是这样，我今天晚上临时有个会，实在走不开，想麻烦请您去接一下念念，可以吗？可以。在阳光幼儿园大4班，我会给念念老师打好招呼的。好的，会议继续。顾总，给您安排了这周欢瑞实地考察。您就是念念爸爸吧？第一次见您来接念念。我是他妈妈的朋友。王老师，这是我顾叔叔。不好意思啊，主要你们俩长得也有点像。来，念念，回家了。王老师再见。念念拜拜。这长得是很像啊。念念，妈妈回来了。念念已经睡了。来，谢谢啊。顾先生是在等我吗？念念担心你这么晚没有回来不肯睡觉，我就让她先睡觉了。我等着你。不好意思啊，顾先生，我今天公司加班有点晚。吃饭了吗？吃了一个饭团。念念说你只要一加班就不会好好吃饭，果然没说错。你先洗漱，我去给你煮碗馄饨。好。尝尝味道怎么样？很好吃。沈宁，今天晚上为什么回来这么晚？不是说我今天晚上要吃排骨吗？排骨呢？什么都没有。你不是说要发表 SEI 吗？3000美金，我不加班怎么给你付款？也是，明天记得做啊。味道很好。那就多吃点。大家先把手头的工作停一下，今天有领导要来例行检查，你们先把工位和办公室的卫生搞一搞。说是领导例行视察，还不是为了给买家留个好印象，好把公司卖出去。把公司卖了？好好的为什么要卖掉公司啊？说是公司需要一个大股东来投资。顾总，这是我们公司的预算部，一共20人，也分了多个专业。我带您进去参观一下，让我们的员工和您打声招呼。不用了，先带我去审计部和结算部看看吧。好，顾总这边请。那个背影怎么那么像顾延深啊？现在怎么看谁都是他。预算部平时加班多吗？基本上天天加班，因为甲方催得急，所以大家连夜赶项目预算的事情也算是家常便饭了。合理控制项目时间，不许员工加班。另外，给每个加班的同事10倍加班补贴。好的，顾总。大家都听好了，我们公司换新领导了。新领导规定，以后不能在公司加班了。这新老板真是更奇葩，加班还得回家，电费还得我自己付啊。来，吃点水果。谢谢。回家还要加班啊？公司换新老板了，不让在公司加班，但是文件明天又得要，这老板真没人性。新领导上任，特意拨了预算，请大家晚上聚餐。那顾总，合作愉快，合作愉快。顾总，今晚赏脸一起吃个饭。不了，我得去接孩子放学。顾总，没听你有孩子啊？是亲戚家的？今天你也提前下班吧？好的，谢谢老板。顾叔叔，顾叔叔，又是你来接我。来，你妈妈今天公司聚餐，所以让我来接你。顾叔叔，
感觉你好像我爸爸。为什么这么说？别的小朋友都有爸爸接，但是我爸爸一次都没来过。可是江叔叔你就天天来接我，还给我买好喝的。那顾叔叔给你当爸爸好不好？真的吗？嗯。爸爸，今天大家要吃好喝好，开心点啊！小沈啊，你上个月的业绩排名第1，未来要继续努力啊！还不是部长你把所有好项目都给了沈宁。部长，这都要感谢您的栽培。哎，都是成年人了，喝什么饮料啊？部长，我酒精过敏。那你是不给我面子啊？好。在希腊、罗马文明的最初几个世纪，爸爸，妈妈还没回来吗？妈妈还要等一会儿，念念先睡好不好？嗯。睡吧，爸爸在这儿守着你。查一下欢瑞公司预算部今天聚餐地点在哪里？怎么还没结束？念念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就是喝多了，我出去醒醒酒。小林，你的酒量很差呀。邢部长，请您自重。小沈，我在项目上对你不薄呀。每一次有大的项目，我第一个想的就是你。每一个月的业务提成，你是不是比别人都多得多呀？现在我是不是该拿一点回报了？那些东西都是我努力换来的。那还不是我给你机会？今天你要不同意，那以后所有的项目你都没有希望了。你确定没说错包厢名字？没有啊，顾总，我刚问了欢悦预算部其他人，他们说刚散场。好，我知道了。难道他回去了？这还是在洗手间，也不嫌脏。大公司就是阴暗面多，听说一个是销冠，一个是部长，谁知道单子是怎么来的？正好，我和我的老婆马上就要离婚了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开他！臭小子，谁让你坏我的好事儿？顾总，您怎么来了？天生。我带你回家。顾总，对不起，我不知道是您的人，对不起。没出什么事吧？没有，叫个家庭医生过来。是。坚持一下，家庭医生马上就到了。装什么正经？我们不是夫妻吗？你这个痣怎么这么眼熟啊？谁啊？给我出去！出去！出去！沈宁，你喝多了。怎么那么熟悉？顾总，家庭医生到了，让他进来。顾总，你这是？先给他看看。没什么大碍，就是醉酒，然后明天喝点醒酒汤就好了。他有没有被人下那种药？他有没有被人下那种药？没有，他就是因为喝了烈酒。好，那你先过去吧。谢谢爸爸，谢谢叔叔。来，谢谢啊。
顾先生，昨天晚上，谢谢念念。这周五晚上你有时间吗？外公说有点想我们了。好。念念想一起去吗？想。好，那就带着念念一起去。好耶！顾先生，会不会？不会，外公很喜欢孩子，看到念念肯定高兴。沈宁，你知道吗？齐部长居然被开除了。开除？是啊，据说是昨天晚上下了通令，好像是因为得罪了新的大老板。昨天在聚餐宴上那么嚣张，要每个人给他敬酒，今天就啥也不是了？可不是。通知一下大家，现在预算部长一职空缺，大家都可以竞品预算部部长一职，底薪翻倍。想要竞品的可以找我拿表。小沈同志，你工龄都没超过10年，就想竞选预算部部长？竞选又没有设置工龄年段，我凭什么不能竞选？你也太没有自知之明了。咱们部门老员工占了一半，怎么可能选你当部长？我万一凭自己的本事选上了呢？真的是自不量力。沈宁，钱勇对这次部长的位置势在必得，还有好几个老员工都盯着了，你还是不要进这趟浑水了。这不是趟浑水，这是给自己争取工资翻倍的机会。听说这次竞选的人只沈宁一个女人，而且资历最浅。沈宁这么拼，还不是因为养家？听说她婆家所有人都要她一个人养，嫁得这么惨啊？可不是吗？随便他怎么折腾吧，反正啊，预算部部长的位置肯定是我的。不瞒你们说，杨总监他们早就给我说好了，面试的时候那一票投给我。顾总，这是欢彻那边传来的预算部部长竞选人名单。这次预算部部长的竞聘，我要了解全部过程。顾总，这是咱投资的一个小公司的部长选拔而已，你没必要亲力亲为。本来确实是没有必要的。原来太太也在名单里，您需要去打一声招呼吗？不用，我相信他的能力。对了，欢瑞预算部那边，杨总监想直接定下钱勇。竞选还没开始就这么着急塞人了，通知下去，务必保证公平公正。是。沈宁，别以为匹试拿了第一就可以一劳永逸了，最后最重要的是面试。就像谁不知道他跟杨总监关系好似的。念念，你别太担心了，这次的笔试你绝对可以断层第一。还是钱勇这小子上道。进。总监，我想和您谈谈。你想谈什么？实不相瞒吧，杨总监早就给我说过了，面试那一票会投给我。你想做什么？我希望这次面试的时候，公司的评委可以做到公平公正。行了，我懂你的意思，你可以出去了。那就谢谢总监了。好你个沈宁，居然敢威胁我！李特助，您给我打电话是顾总有什么吩咐吗？杨总监，我们顾总是来关心一下竞选部长的事情啊。您说。钱哥，提前恭喜你成为预算部部长，还喊钱公做什么？我们现在应该提前改口称钱部长才对。下面宣布竞选结果。恭喜沈宁，以笔试和面试分数都是第一的好成绩，成功晋升部长一职。谢谢公司对我的信任。收拾一下东西，搬去独立的办公室吧。好。总监，杨总监，我们一开始不是说好的吗？还不是因为你背后乱嚼舌根，被沈宁录了音，抓住了把柄。他带着录音直接找到了我。什么？沈宁那个女人阴险至极，要是她当上了部长，我可就没有好日子过了。好了，他根基又不稳，你担心什么？找个机会把他弄下来就是了。总监，您的意思是，他手里握的那份录音，对我而言就是颗定时炸弹。我先去接了念念，然后来接你。好。念念，一会儿见到我外公，该叫什么？
看太爷爷。延伸和宁宁来了。这孩子是？太爷爷，我是念念。念念，念念乖啊。这是？其实念念是……外公，这是我和宁宁的女儿。什么？你们不是才领证吗？其实我和宁宁很多年前就已经在一起了，但我们中间产生了一些误会，就没有继续走下去。没想到几年后重逢，她竟然生下了属于我们的女儿，所以我就立马和念念领了证。这假话说的跟真话一样。那你怎么不早一点把我的宠外孙女带来见我呀？外公，您当时都被医生下病危通知书了，我要突然带个重外孙女来见你，万一刺激到你，那怎么办呢？是不是？真别说，这丫头啊，长得跟她爸爸小时候一个模子刻出来的。你真不是东西，让他们母女受罪。是，都怪我，都是我的错。念念，太爷爷，你看这第一次见面太突然了，太爷爷也没准备什么礼物。来，这个给念念玩，下次太爷爷给你准备礼物。好漂亮呀！谢谢太爷爷。这东西会不会太贵重了？老爷子喜欢念念，给念念这些东西他高兴。可是念念不是……念念，现在念念就是你跟我的女儿，知道吗？但是，爸爸妈妈，太爷爷说要给我改个新名字呢。什么名字？念念是他的小名吧？嗯，那就叫福灵、顾福灵、沈福灵都好听。延伸，你记着带念念去改名字啊。是，那外公你好好休息，我们就改天再来看你。拜拜，太爷爷。念念下次再来找太爷爷玩。去，把律师叫来。老爷，我要修改遗嘱，把顾福田的名字加上去。老爷子，就这样加上去不妥，万一表少爷是为了圆您的心愿，在外面随便找的女人孩子演的戏怎么办？延伸不会骗我的。老爷子，事关血脉和遗产的继承，您还得多个心眼儿，谨慎些好。还谨慎什么呀？就算延伸骗了我，那丫头啊，她不是我的亲外孙女，我也心甘情愿的让她继承我的遗产。我还是觉得您得派人悄悄的给表少爷和那个小姑娘做个亲子鉴定，以此来确定一下。哪有那么麻烦？哎，什么时候轮到你来教我做事了？是，我去叫律师。念念睡了，嗯，聊聊。关于我外公那个提议，你同意吗？你是说关于念念改名的事情？如果你不同意，我回头去跟外公说一声。没关系，改吧，大不了后面离婚的时候，我再把念念的名字改回来。离婚？对啊，我们之间的协议不是吗？其实我觉得，凯哥，又怎么了？没看到我在改论文吗？新的检查结果出来了，医生说我胎相不稳，要马上住院保胎。又要交钱？那能怎么办？这可是你的孩子。要交多少钱？至少要2万。2万？我上哪儿给你找这么多钱去啊？不是前2天刚给了你5000吗？自己为什么不注意一点？别人就没事，就你有问题。周凯，我怀的可是你的亲生儿子，你是不是不想负责了？我告诉你，这孩子要是有个3长2短，我跟你没完！真是作孽！又吵什么？阿姨，我肚子里怀的可是你的亲孙子，要是拿不出2万保胎费，你以后就见不着你大孙子。2万？抢钱啊这是！咱们家现在连房租都交不上了。儿子，你那博士真没办法了，那导师还卡着你。妈，你快别提了，我改了4、5次论文全被打回来了，奖学金他们还给我取消了，上哪儿去找钱啊？我不管，你今天必须给我想个办法。儿子，咱们去找沈宁。妈，你是不是疯了？咱们现在去找沈宁，你觉得他会理咱们吗？他是不理你，但他得理会念念啊！你别忘了，在他那里，你可是念念的亲爹，他又不知道真相。你告诉他，要是他不给钱，你就要和他抢念念的抚养权。可是，没什么可是。难道你想看着倩倩肚子里的儿子流掉？你想让自己读了半辈子博士打水漂？想想我们这是过的什么日子？行，妈，我听你的。明天我就去找沈宁。顾总，你要的咖啡。李磊，你结婚了吗？是有个女朋友，准备在年后结婚。
如果你和一个人相处久了，舍不得离开他，是为什么？顾总，你这是爱上太太了？我追我女朋友的时候有套追妹18式，这第一招就是抓住一个人，先抓住他的胃。吃饭了？哇，爸爸好厉害！顾先生，你这早餐做的也太丰盛了吧？起很早做的吗？快尝尝。很好吃。顾先生，你的厨艺越来越好了。对了，顾先生，我可能今天还要麻烦你去接一下念念，我晚上公司有个会议。当然可以了。好耶，今天又是爸爸来接我。谢谢你，顾先生。宁宁，以后这种客气的话可以少说一些，我们是一家人。对呀，妈妈，我们是一家人。哎，沈宁，你好，那个人不是我们公司的，精神状态不正常，我怕他擅自闯入公司造成麻烦。我知道了，沈部长。我找沈宁呀，刚才那个女人。别在这捣乱，赶紧走，不然我叫人了。沈宁，躲着我是吧？那我去找你女儿。爸爸，走喽，回家吃好吃的去。你，爸爸。爸爸，今天没有棉花糖吗？吃太多糖牙齿会坏哦。走，爸爸带你去吃好吃的，没有讨人厌的胡萝卜。好，爸爸，我画了你和妈妈哟，今天。念念画的可真好看，真棒。走。儿子，怎么样啊？什么怎么样啊？沈宁那个贱女人躲着不见我，还有念念那个贱丫头，被沈宁新找的那个野男人护着。新找的？就是上回警察局那个。我怀疑啊，他们早就勾搭上了，就是故意给咱们做的局。这沈宁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有心机了？我妈说这次保胎的钱就先帮我出了，但下次可不能这样了。我妈说这马上扯证了，得请亲戚朋友吃个饭吧。这得花多少钱啊？沈宁，那天你就给我等着吧。喂，妈，你小姨明天晚上请我们吃饭，你记得要来啊。妈，我不想。怎么了？这难得的团圆机会呢，妈也好久没见你小姨他们了。那行吧。对了，你要不问问小凯来不来？妈，我其实……怎么了？你们闹矛盾了？没什么，妈，明天我会准时到的。顾先生，这是放在电脑前防辐射的。好，那我明天就放到办公室里。对了，顾先生，我可能明天还要拜托你去接一下念念，因为我有个家庭聚餐，实在推不开。没问题。不过，我是你的丈夫，不要我去吗？我还没跟我妈他们说，所以……没关系，我会等到你把我介绍给你家人的那天。好。爸爸，今天又是你来接我。对啊，妈妈有事要去参加家庭聚会。怎么了？妈妈每次见完倚老猫后回家都不开心。这不是念念小公主该担心的。走，带你去找太爷爷玩，好不好？好。小凯，你来了啊！大姨，表姐呢？你表姐在后头呢，说待会儿再来。是吗？我以为她不敢来呢。这话什么意思啊？大姨，你不会还不知道吧？沈念念根本就不是凯哥的亲生女儿。表姐她早在外面玩了，凯哥忍了她很久都不说。要我说啊，凯哥就是太善良了，瞒了这么久都没说。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我们家宁宁不是那种人。大姐，倩倩说的都是真的。当初小凯多么喜欢宁宁啊，要不是宁宁在外面乱搞，小凯也不会突然就跟他分手。我们啊，都替小凯感到不值。算了，阿姨，这事儿都过去了，要怪就只能怪我做的不够好，没能获得宁宁的芳心。小凯，你告诉我这不是真的。妈，不好意思，路上有点堵。宁宁，你告诉我他们说的
说的是真的吗？你真的在外面？要是说出真相，妈身体那么差，肯定会因为担心我。妈，我和周凯确实分开了，但是我没有乱搞。事实上，我已经结婚了，念念的亲生父亲就是我的丈夫。什么？宁宁，你这谎话编的也太离谱了吧！结婚了，丈夫，那他人呢？怎么没见你把他带回来过？就是编也编得像样点。你要是结婚了，大姨能不知道？我看啊，是为了遮丑编的瞎话吧。孩子爸爸是谁都不知道吧？宁宁，你要是受了什么委屈，一定要跟妈说。你别……我真的没有说谎。哟，还敢编啊？那你叫他来呀，我倒看看哪个男人会娶一个带着不知道父亲是谁的孩子的女人。抱歉啊，路上耽搁了会儿。我是宁宁的丈夫，我叫顾延深。你怎么来了？念念说你每次参加完聚会都不开心，我担心你会受委屈。妈，给您介绍一下，这位是顾延深，我的丈夫。你真的是宁宁的丈夫啊？当然，我们已经领证3个多月了，因为念念想找个合适的时机再告诉大家，所以拖到现在才来拜访。抱歉啊。这念念老公啊，还真是一表人才呀！可不是嘛，这甩了周凯，找了个更好的。沈宁，你确定他是孩子的亲生父亲？妈，这是念念出生证明复印件，上面父亲一栏是我的名字。不管从什么角度来讲，念念都是我的女儿。放屁！你这报告是伪造的，你怎么可能是念念的父亲？妈，这是权威机构出的证明，但凡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，是造不了假。好，沈宁，你可真有本事啊！随便在外面找一个野男人回来，就能当念念的父亲，是吗？那你倒是说说，念念的亲生父亲到底是谁？当然是……不行，不能说，要是说了，我的赌博资格……就算你是念念的亲生父亲，这第一次见面，你空着手来啊？看一会儿这个穷鬼怎么办。进来。哎呀，念念老公啊，真是让你破费了。大家喜欢就好。妈，这次礼物准备的比较仓促，还请您见谅。人来了就好，人来了就好。这花了得不少钱吧？我是你老公，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。快吃饭吧。有些人真是连脸都不要，居然甘心被别人戴绿帽子。沈宁嘛，就是我穿过扔掉的一个破鞋而已，一个二手货被人捡到了还当成宝贝，真是可惜。打我是吧？行，我现在去报巡查，你就等着倾家荡产吧你！你还敢报巡查？哼，有什么不敢的？他打我，我报警，天经地义啊！我也去报巡查。你报什么巡查？你和你导师勾结干的事情，别以为我不知道。你怎么知道这些事情的？行啊，就算你报巡查又能怎样？我导师一定会为了他的清白和我的生命保全我的。你和我回家。沈宁，你给我等着！要不，明天我还是去找周凯道歉吧。他那个教授确实……世界暂停，声音安静，我不在乎。念念，忘记那些不愉快的过去。我现在是你的丈夫，是念念的父亲，不管从法律上还是感情上，我都是。跑什么？妈妈，你们还没起来吗？起来，起来！爸爸妈妈，今天你们心情好好啊。有吗？有啊。念念很聪明嘛。哎，教授，新改的论文啊，我已经提交了。还论文？你已经被撤销了资格了。这什么？周凯，你都给我干了什么？为什么突然学校给我革职了？你干了什么蠢事，惹到了顾氏的顾总？顾总？难道顾延深？周凯，你什么意思啊？
说好的8万8彩礼怎么变1万1了？滚！我的大孙子！倩倩这一下子可遭罪的不轻啊。对了，周凯也被人告进去了，你知道吧？知道。妈，小姨他们要是……放心，妈都懂。他们呢，确实来找妈借钱了，但是这是他女儿自己要插足的。妈，我先不跟您说了，我先工作了。哇，爸爸好亮！挑一个给妈妈吧。先生，这是今年的限量款，寓意永不改变的爱。永不改变是多久呀？比你长大还要久。那我们要拉钩。拉什么？不能告诉妈妈，这是秘密。成交。老爷子，亲子鉴定结果出来了。外公，这么着急喊我们过来，怎么了？之前福伯总劝我查一查，我本来不愿怀疑你，耐不住他反复念叨，悄悄安排采样。这下尘埃落定了。外公，你还不信我呢？既然念念是咱们家实打实的血脉，你们俩只领了证，连一场正经婚礼都没有，这怎么行？太委屈宁宁了。什么？怎么了，宁宁？哪里不对吗？没事，外公。我一眼就喜欢这孩子，婚礼必须风风光光办，全套婚纱婚宴都要最好的，不能让宁宁受半点委屈。外公，不用这么铺张，现在这样已经很好了。延伸，这事交给你全权安排，尽快敲定日期，早点把婚礼办妥当，给宁宁一个体面名分。我记下了，会尽快安排妥当。妈妈，婚礼会有甜甜的蛋糕吗？我想要草莓蛋糕。想要多少都给你准备。外公，我和宁宁出去说几句话，很快回来。我从来没想过念念是我的孩子。当初民政局和你搭伙领证，纯粹是为了安抚病危外公，的确只是一场临时拼婚。我从未想过我们之间还有这样一层渊源。所以，6年前跟周凯他们勾结的事，不是我，宁宁，当年那场酒会有人故意给我灌酒，我断片一整晚，第二天在房间里只剩一点陌生发丝，我找了很久线索，始终没有头绪。你相信我？这些年我一个人带着念念，不敢去寻找你，也没想过还有重逢的一天。一开始拼婚，我只想着应付外公，可相处这段日子，我早就动了真心。其实没有这次亲子鉴定，我也准备向你求婚。当初民政局仓促领证，算不上正式婚姻。抛开拼婚的约定，抛开外公的期盼，只以我顾延伸本人的名义，郑重向你求婚。往后我不会让你和念念再受一点委屈。申念，你愿意真正嫁给我吗？我愿意。新郎，你是否愿意这个女人成为你的妻子，与她缔结婚约？无论疾病还是健康，或任何其他理由，都爱她、照顾她、尊重她、接纳她，永远对她忠贞不渝，直至生命尽头。我愿意。